大师姐，明日就是审判大会了，你因嫉妒心切，故意打伤了掌门的亲生女儿，你还不肯认错，这让我们很难办呢。不是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。你还敢嘴硬是吧？就让你嘴硬。大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伤害杨师妹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相信我。你是天清门修行进境最快、立功最多的弟子，按道理说呀，我应该信。不过呢，你暗害小师妹，这是事实，由不得你辩。明日审判大典前，送你一份噬心骨。省得你嘴硬，让师尊心烦。你为何如此待我？中了噬心蛊的人，心中但凡有一丝嫉恨、渴望，都如同虫噬，生不如死。当年你为了斩断我跟你的情丝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住口！蛊虫啃噬到你诚心悔过为止，好自为之吧。2年前，被我视作父亲的师尊，从凡间带回了他的亲生女儿杨若若。快来见见小师妹。很快，她就成为最受宠的小师妹。二师弟，我是老三。而我这个养女，成为了不受待见的假千金。一夜之间，师尊和师弟们便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，都给予了她，甚至只需她的一句诬陷。小师妹，我就被关在这里，遭受酷刑。你霸占我身份这么多年，这些全都是你欠我的。好痛，让我解脱吧。哎，真是可怜呐！这样，就是母亲2年前到的玉佩。小友，若是此刻能抽离你对他们的情感，你可愿意？你可愿意？我愿意，请前辈帮我。你这女娃，张口便答应，你也不问我是谁，从何而来，你要付出何等代价？前辈，求求你。唉，也罢。奇怪，我内心的噬心蛊竟毫无波澜。不疼了吧？多谢前辈，我好像再也不会因为那些旧人而兴起波澜。前辈，这是……此后你便走上无情道程，只要你的心被伤一次，这块玉石的裂纹就会多上一道。敢问前辈名讳？明日审判大典过后，我叶斐若还命在，定当向您当面感谢。等到你心伤至深，这块玉彻底碎裂后，你的无情道便会大成。我们或有缘一见。
噬心蛊滋味如何呀？我身为天清门师姐，陷害小师妹，残害同门，罪无可恕。恳请师兄带我去面见师尊，将我定罪。若审判大典还敢嘴硬，我定叫你当场肠穿肚烂。师尊，审判法阵已开启。入法阵后，但凡说出一字一句违心之论、枉辈之言，便会遭受雷击，苦不堪言。师尊，师姐已带到，听凭您的发落。叶肥虽为我的养女，但触犯门规就要受罚。你在执法堂大牢思过2日，你可知错啊？叶斐，你每多待一刻，法阵的威压便会增强1分。你的代价越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弟子愿受一切惩罚。那便开始吧。自取3柱灵髓谢罪，我便让他们帮你撤去法阵。禀师尊，孤儿忘带了麻痹散。这灵髓乃是修行的根本，抽取过程异常痛苦。若是强行抽取，怕会伤了师姐修行的根基啊。父亲，既然师姐她已经承认错误，你就饶了她这次吧。若若已经不痛了。你残害同门，害人在先，痛一点又怎么了？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要等着你去拿麻痹散吗？那便开始吧。父亲，大师姐她也是害怕我抢走您和大师兄的喜爱，所以才对我下重手的。若若，恶有妇人之仁，他害你身中寒毒，你还为他求情。况且他身居炎冰圣体，他的灵髓对于你而言是最好的疗伤灵药。小师妹，这都是叶斐欠你的，你可知他差点置你于死地呀！是啊，小师妹，他若是有你一半善，便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之前他死不悔改，如今勉强认错，不可饶恕。既然若若为你求情，那你自取3株灵髓以将功补过。若再犯，我天清门定不容你。哼，需磕头认错，我好好修修自己的德行。师尊误会了，徒弟并没有认错，我只是说会接受一切的惩罚。大胆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敢戏耍我等！既不认罪，又甘愿受罚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弟子只认5项罪责，每一项都是罪恶滔天，人神共愤。如若不在今天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，只怕会引得上天之谴。人神共愤，勾结魔教了？哪5条？13年前，师尊尚是外务堂堂主，遭同门陷害，弟子身为外门独闯内门，拼死找回正途，念成师祖，才救回师尊一命。叶飞，以后你就是我唯一亲传弟子，无人再伤害得了你。这是第一罪，弟子罪在于战。放肆！这是在问本尊的对吗？师尊，此叛徒死不悔改，我看就是之前罚的轻了，容弟子回去再关他几日。第一株灵髓还给师尊。本以为你要狡辩一番，得到灵髓会费一点周折，没想到来得如此容易。有了灵髓的助力，我定会将你踩在脚下。父亲，师姐说出如此过分的话，我觉得她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也许她是有苦衷呢。我们天清门风正气大度，
您就不要跟他计较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年轻气盛，好赌口舌之争。只要你诚心认错，好好帮助若若修行，日后我依然会对你委以重任，让你帮若若把天清门发扬光大。9年前，天清门被魔教围剿，我最疼爱的2个师弟胡不忠和韩不教被困其中。当时他们还只是修行低微的守山门童，我不顾师尊和大师兄的反对，毅然冲进去，救出了2个孩子。师姐，你不要死，我们会永远跟在你身边，我们要保护师姐。这是第2罪，我罪在舍己。昔日我们年纪尚小，你有何证据证明是你独自一人救的我们？就是，我看你就是以退为进，欲擒故纵，知道我们绝对不会轻饶你，所以才揪人之前的事情不放。这第2株灵髓还给师弟们。你太不像话了，根本就没把本尊放在眼里。今天非让你这个孽徒心服口服不可。来人呐，把窥视盘给我请上来！窥视盘给我请上来！窥视盘，师尊，因为此等小事，便要使出100年才能一用的窥视盘吗？是啊，师尊，窥视盘怎么配他这种叛徒使用？我本不愿如此疾言厉色，奈何你在证据确凿之下依然巧言令色，实在是令我痛心疾首。若今日不将你点醒，任你如此沉沦下去，日后有何颜面面对诸位祖师？我叶斐从未说过一句假话，况且我也听从师尊的话，取出2条灵髓，师尊又为何要多此一举？你既然不服气，那我们就盘中见分晓。若真的没有冤枉你，那你将经历我天清门开宗立派以来的极刑，逆雷天劫，届时你将身形俱灭，不得超生。不得超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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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窥视盘是何？窥视盘是显示往昔之事的灵盘，若当事人滴入自己的鲜血，便会重现往昔之事。父亲，我想大师姐肯定是一时糊涂，我已经原谅她了，你不要再和她计较了。是啊，师尊，为了一个戴罪之人启用窥视盘，万一下次宗门要用，等100年，那更犯不上了。若若为何态度如此？莫不是另有一情？若若，之前你可有任何一句话骗过魏？自然没有。好了，他这回可把自己的名声可搞臭了。之前装的高高在上，其实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。师尊待他如亲生女儿一样，结果就是养了个白眼狼啊！师尊会试盘斗。那便看以求公正。就他们2个人，叶飞一看就是心怀不轨，一步一步向我们师妹靠近。师妹，你没想到吧？曾经你最信任的人，竟然在背后谋算，想代替你的位置。师尊，快看，就是这！此人好生不要脸，证据就摆在眼前，他还在狡辩。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小师妹，一开始你还去同情他，你也不想想他怎么对待你的。你不用去同情他，对待他就应该处以极刑。看他在那背后害人的阴损模样，当初还和小师妹争风吃醋，现在认栽了吧？这一切都怪你平日里做人太不地道，才会沦落到如此下场。后面发生的事，我等都已知晓。人赃并获，还有何话好说？我无话可说。说你早些承认了该有多好，
现在你这些丑事都摆在我们眼前，只会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你的真面目。之前还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呢，还以为能够瞒天过海，现在就像个小丑一样。叶肥，你身为我的养女，残害同门，妖言惑众，甚至还当众顶撞师长，破坏门规。来啊，三重雷劫，以示惩戒。这时候看不下去，不如我出手吧。父亲，快师盘他自己动了！快师盘他自己动了！快把我关上！师尊，亏师盘好像失控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是小师妹，小师妹你……自始至终，大师姐和小师妹的距离有2倍之上，连小师妹的一角都碰不到。如今窥视盘也已经证实，你们确实是冤枉我了。敢问师尊，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我认真对待同门，潜心修炼，最后竟落得个如此境地，此罪3年。我罪在狱中。弟子谢过师尊，这3炷灵髓奉上，自此之后，弟子再不欠宗门任何。不好！师尊，离他远点儿。师尊，他怎么吐血了？师尊，为何脸色如此难看？他修为已经达到金丹初期，只是抽取灵髓，他灵力外泄不止，恐怕会沦为一个废人。什么？师姐她已经达到了金丹期？我现在知道大师姐之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自此之后，弟子再不欠宗门任何。我们一直以为师姐一直在暗算小师妹，可是师姐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我当时身受重伤，我记不清发生了什么，只记得刚好大师姐就在身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我糊涂，害得大师姐受了那么多的苦。若若甘愿受罚。就算是我们误会了他，他平时心思不端，品行恶劣，处处针对小师妹，这些都是事实啊！小师妹，起来。他恐怕是你们这一辈师兄妹中第一个到达金丹期的，是宗门的奇迹，本能名震九州。只可惜现在修为大损。父亲，你不要自责，师姐平时不与我们交流修行，对自己的境界一言不发，您才不知道的呀。同门师兄弟都瞒着，活该有此下场。至少没有伤及到根本，保住了丹田，不至于沦为一个废人。只可惜以后恐怕要重新修炼。父亲，都怪我，都是为了为我疗伤才取师姐的灵髓，都是我的错。不怪你，最清楚自己实力的应该是他，是他自己不提前言明。小师妹，莫要自责，你师姐就那样，赌起气来不知轻重。快撤去审判大阵！出来，快从大阵走出来！叶飞，你疯了！师姐，就算是我们有错，可是师尊已经答应撤除惩戒，你也没有必要继续任性下去了吧？大师姐，师尊已经亲自为你撤下审判大会，你先把我李师尊的情啊！师姐，师尊以后一定会补偿你的。叶飞，
你既是刚突破金丹，为何不提前言明？你此刻散去修为，便是达到你的目的了吗？明明是无人在意我，现在却全部把过错推给我，真是可笑。叶肥，师尊问你话呢，你在那阴阳怪气些什么？弟子斗胆问一句，师尊，若是我说了，你会信吗？叶肥，恶意揣测师尊，你真是胆大妄为。2日前，也是在这里，我拉着你们的衣袖，苦苦哀求你们所有人，我说我是被冤枉的，小师妹不是我害的。师父，我真的没有伤害小师妹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把我关起来！啊，你们信吗？师姐，并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当日只有你与小师妹在那山崖之上，而小师妹遇袭，周围并无旁人，你的解释又马马虎虎，所以我看啊，他就是故意的，想让我们内疚。这次是为师误会你了，既然不是你做的，那为师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你先从大阵里出来，我们还你清白，如何？清白？可是那些惩罚我也都真真切切的受了，特别是噬心蛊。本门禁术，噬心蛊。我只是想逼他认错，才出此下策。是啊，当初师兄你情一杨若若，要逼我情断的时候，也是出此下策。师妹身子弱，又吐了血，受了惊吓，把你认成行凶之人，这很正常。她是我未婚妻，我向着她又怎么了？你看，被偏爱的人总是会有人想尽各种办法替他出头，就好像师兄你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执事，与我私定终身时候的你，住口！我为了给你打下根基，苦寻3山灵药，自费10年功力。住口！你快住口！嘿，蛊虫在你身上为何无用？你方有今日之成就，此罪死也。我罪在所托非人。不可能，噬心蛊不可能被这么轻易取下来，除非你把本门功法炼至元婴期。你快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噬心蛊源自苗疆积功之地，必须要阳谷人的心血耗制而成。众古人必须得对阳谷人有情，否则无情。我连心都没有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刚抽了灵髓，此灵力外泄，他会丹田受损，彻底沦为一个废人啊！诸王师兄和杨师妹，百年好合。而他真的成为了废人，那么以后即使能够抽取灵髓，也变得没有什么效用了。你若答应放下此事，我将你抽取的灵髓还于你，再额外加你10圈大补丹，助你恢复修为，如何？10拳大补丹，当初我苦苦哀求父亲也拿不到，没想到竟然被这假千金以退为进骗来。不行，我不甘心！我的灵髓已被取出，我的灵气已经消失，我的丹田已经尽毁。难道师尊可以让太阳东落，江水西流吗？为了徒儿，为师有何不可？是啊，有何做不得？师尊为了找合理的机会，抽走徒儿灵髓，拿来救自己的女儿。想必你们一直都在寻找合理的机会吧？师姐，想必师尊一定是知道这灵髓对修行之人有多重要，你就不要再如此心境，大事化小吧。对呀，师姐，你和师妹都是师尊的徒弟，这样只会让难过的人更难过的。为何小师妹一受伤，你们便草草的定罪于我？为何在窥尸盘最关键的时候，师尊却要停止？你们想过吗？这炎冰圣体体质的人本就稀少，或能根治弱弱的火寒之毒。我养他一场，若是能救下弱弱，便是发挥了他最后的价值，是他应该做的。
只是宗门之内悠悠众口。师尊，静观其变，毕竟他霸占了若若身份这么久。你一直想挑拨我对小师妹的记恨，逼我犯错，只可惜我一直都记着你教我的仁义礼德，你把他们当说辞，而我却走心了。叶飞，闭嘴！你们不要听他胡说，听为师解释。师尊，师姐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师尊，您不是说师姐一直对小师妹心存敌意吗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为何今日所发生之事如此不符合常理啊？你们别相信他，这窥视板一定是被动了手脚。我的灵髓，世间罕有，你想要救你女儿，我能理解。只是我明明早早遇见，却还是不以为然，甚至还相信你，此罪无也。我罪在愚昧。师姐已经功力尽失，彻底沦为废人了。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，我从未欠过你们。我所欠宗门的一切已尽数奉还。从今天起，我与天清门再无瓜葛。启动地雷天劫，背叛宗门者死无葬身。再经历天雷劫，他会死的，请师尊手下留情啊！自我回天清门开始，你我的身份就天壤地别。如今你功力尽失，你还有何底气？雷劫将至，你若是当初卖傻可持续离入灵髓，兴许你还能有命在。兴许，怕是等我真知道真相的那一刻起，师尊就已经弃了必杀之心吧。不知悔改，还敢大放厥词！你屡屡破坏天清门门规，想下山，把命留下吧！师尊是怕我下山昭告天下吧？地雷天劫，一冲！我虽功力尽失，但好在体内有金丹锤炼肉体。师尊还是太小瞧我了。樊崇，必不让你活！突破！师尊，是不是即使没有师妹的诬陷，你活早后还是会去掉我的灵髓？日虫，让你闪形俱灭！终究是肉体凡胎，如何扛得住这等天劫之力？天清门叛徒叶斐已被处死，众徒儿引以为戒。师尊，快看！审判阵破，雷劫灭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们天清门引以为傲的审判阵法和地雷天劫呀！不可能，审判大阵竟然被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给彻底破掉了！不可能，凡人之躯修为散尽，怎么可能破掉地雷天劫？他究竟有何等奇遇，能让他成长到如此地步？此人偏偏不能为我所用，真是可恶！为了若若，今日必须将其击杀。我叶斐对天清门恩已报，债已偿，从此刻起，只为复仇。青龙剑，师哥，你确定要用这把我送你的剑来对付我？我所得到的一切，全靠我自己努力所得。
你已然不是我师妹，而是叛徒。放肆！不知忠义仁孝的东西，需要在我面前动手吗？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破了法阵和雷劫，但你已是毫无修为的凡人之身，劝你不要以卵击石。去死吧！去死吧！不可能！大师姐竟然徒手接手的青龙剑，不可能！此等剑势，连元婴期修士也难以抵挡。他一个废去修为的凡人，这怎么可能啊！徒儿，切勿留手！师尊，我已使尽全力。叶飞被抽取灵髓，修为散尽，先是破除雷劫生还，现在还能徒手挡下不义的剑招。父亲，他是不是练了什么邪门功夫？你看他的发须皆白，不像邪门功夫，一般杀气极重，或者是身怀异宝。可是他须发皆白，莫非是无情道？不好，不义，快收手！青龙剑乃取自龙溪之地，万载寒经所铸。想要使用此剑，必须要心怀道义，无所畏惧，方才可以好好使用它。可在你这等卑鄙负心人之手，真是辱没了这把神兵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在我手上徒手夺剑。青龙剑乃9天神兵，能够徒手夺剑，起码也是化神期的修为。化神？不可能，父亲都没有做到，更何况一刻钟前，他还是个废人。不可能，要么就是他用了某个机缘法宝，要么这都是障眼法。到此为止吧！莫非真要与我整个天清门作对吗？师尊终于打算亲自跟我动手了吗？可审判法阵和天劫均已被我所破，你拿什么顶我？我就算是为了天下苍生，即是也要让你这个逆徒伏诛！认罪？伏诛？明明是你们想一心抽取我的灵髓，把我吃干抹净，现在我抽离了对你们的情感，反而成了无可救药。我说你便认，无情道断情绝义，不是邪魔歪道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你忘了当年的说辞吗？小姑娘，我看你天赋绝伦，骨骼精奇，是个修道的好苗子。老夫乃天清阁外务堂主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有意送你一段仙缘，收你为弟子，你可愿意啊？小姑娘，那就跟我走吧，以后我就是你师傅了。师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，从现在起，叶飞没有师门，没有师尊，没有师兄弟，我一断六亲，孑然一身。师姐，若你早早叫收灵髓，你何至如此啊？叛离了天清门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叶飞，你是敌不过我们的。九天玄煞，化为玄雷。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驾驭他？雷天威，吹！他怎么可能使得住厉雷天劫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用一把剑驱使御雷天劫？小友如此耗费精血，只为发泄心中的愤恨，可不长久。前辈，叶飞明白，谢前辈。我们见面的时机已到，随我来吧。师尊，你没事吧？师尊，他就是故弄玄虚，一定是在哪儿学的邪门歪道，提升自己的修为。此人不能留，多留一日，今日之事必散播出去。
发布正派通缉令，击杀天晴门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叛徒叶斐。凡是带回人头者，赏灵石1000万，灵脉1条。是我们天青门冠绝天下，一定会将他挫骨扬灰，替父亲解气。师尊，弟子服不忠，愿退出天晴门。师尊，弟子韩不孝，也愿退出天晴门。弟子愿意退出天晴门。你们！青龙剑为何如此的冷？咦，青龙剑？好久不见，老伙计。到底是谁？刚才确实唐突了，小友别怕啊，我叫方白羽。天青门剑神方白羽，青龙剑的第1位剑主。弟子冒昧，打扰前辈清修，还请见谅。哎，我早已飞升，现在不过是一缕神识，只为见你。前辈，我已加入无情道，早已与天青门一刀两断。哦，我还有个名字，叫无情道主。无情道这个机缘，也是我给你的。这不可能，他明明是……小友，若是此刻能抽离你跟他们的情感，你可愿意？怎么样？我现在像吧？我的声音比较可信，毕竟你是被那些年轻的徒子徒孙们欺负的，对吧？叶斐本领低微，籍籍无名，身陷死局。敢问前辈，为何救我于困境，又在我复仇之际将我阻止？你以为当初我为什么加入天青门？门派记载，剑神白羽加入天津门，潜心修炼，除魔卫道，潜心修炼13载，大成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叫百年不敢入土中。来，行行，这歌功颂德的彩虹屁我都听腻了。我加入天青门啊，是为了每月领2万铜钱。为了钱啊！天青门俸禄最高，每月2万铜钱呢，比那种菜呀、养猪什么高多了。一开始我是外门弟子，但我只用了短短13年的时间，便成为了宗门第一。哎呀，就是我的师傅总是看我不顺眼，饼画的倒挺大的，俸禄却一直不涨。我节衣缩食，把省下来本来就不多的钱，还给我的妻儿们用回去。谁知道我的妻子还嫌我穷，带着我的儿子跑了，只留下我落了个人财两空。这还真是意想不到啊！你可知我当初为何创立无情道这门功法？为了追求极致的力量。什么？不是为了追求力量？我都是天青门第一剑神了，谁是我的对手啊？我创立无情道是因为妻儿那档糟心事儿，所以才创立了断情功法，取名无情道。为了妻儿创立无情道？就是为了六根清净，不再内耗。只是没想到这门功法对修为大有裨益，我本就无敌，这下修为更突飞猛进了，所以越来越无聊了，所以干脆就脱离天青门，假以时日就飞升而去了。来，坐。忘记妻儿的抛弃是我修炼无情道的初衷，那你不愿意？你修炼无情道的初衷是什么？我的无情道心
便是面对故旧之人，再不心生怜悯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对人无情是最容易的事儿了。你说那些骨肉相残、夫妻相杀、师徒反目、背叛亲朋之人，他们连猪狗都不如，那你说他们也修了无情道吗？笑话！原来无情道不是对人无情，无情乃不念仇恨，不念怨恨，不念执着，无所求，无所欲，自然就不会心生涟漪，也不会再有那种难过的感觉了。聪明。曾经我修行是为师尊高兴而为，为天清门的荣耀而为，下场是被抽离深邃，几乎丧命。我曾这一生所有的荣耀与光环都来自师尊，来自师门。天清门曾经就是我存在的意义，可它已经弃我于不顾。我入无情道，我错在只忘记了曾经的师徒之恩、兄弟之情、师门之威、情爱之力，忘记一切美好的感情，却不忘记仇恨。我明白了，我不是无情道叶飞，不是天清门叶飞，我就是叶飞，不需要在前面加上任何的称谓。前辈，去吧，去吧，回去速速修行，我们边界见吧。百年光阴匆匆而逝，我感觉已经隐隐有了突破飞升的苗头。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我就跟魔道势不两立。臣服于我，我就饶你们一命。休想！既然如此，就去死吧！原来是老熟人呢。师兄，看来我们今日要殒命于此了。何来鼠辈，速来送死！青龙剑，师弟，你昏头了吧？青龙剑和世界早已消失了近100年了。师姐，若是100年前，我还真不敢。但现在，正道式微，后继无人，魔道大兴，风头正盛，我等早已今非昔比。我早。你是你？区区化神境，在我面前如同偷鸡挖狗。莫非你已经进入炼虚境界？别急着跑呀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多谢师姐，多谢师姐。师姐，师姐，之前是我们听信谗言伤害了你，但是我们已经及时退出了宗门。但是我们好歹师徒一场，天清门已经快被魔道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快被灭门了。太师兄，不义！若若，援兵灵随，竟然有整整3条！几个魔头，放开我女儿！女儿，我的女儿！
杨老头，糊涂！如此稀有的炎冰灵髓，你不自用，反倒给这个身中寒毒的将死之人续命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这个魔头害我女儿，想让元婴自爆，拉你一起下地狱！自量不力！是三！是你，叶飞。终究还是晚来了一步，可惜了。节哀，杨掌门。叶飞，可是啊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个痛快？你是想看着我活着受罪吗？您女儿和女婿的尸体上流余温，您的宗门弟子尸横遍野，您身为一个正道领袖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我真想不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你是宗门祸患，这是事实。我们之前对你欲加之罪，害你修为尽失，九死一生。你现在对我这么好心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竟是宗门祸患。在宗门内，你拉拢同门；在外，你大肆收买人心。数年之内，人们只知道你叶斐是天晴门的天之娇女，从来没人知道我是天晴门的门主杨仁杰。你还总拿你的那个道理屡次顶撞于我，把我放在眼里。从前，我一直把宗门当成自己的家，把您当成我父亲一样的人物存在。即使是我们之间有诸多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但我一直对本门忠心耿耿。您为何会这么想？你是名声在外，实力在内，你众星捧月，你想叛就能叛，怎么可能不多想？就因为我能叛，这么多年，我对本门如何，对您又如何？杨掌门只需深知这2点，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，又何须诸多猜疑？您难道不觉得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们的师徒之情、同门之义，多数都淹没在这无端的猜忌之中吗？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大宗门的掌门。人总是会变的，无论你现在什么样，有一天你坐到了我的位置，你也会变的。道果为因，可笑。叶斐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也是一时糊涂。你还是娃娃的时候，我就传你功法，喂你吃饭，带你抓蛐蛐儿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师姐，我们宗门虽然出力，但大破莫道，现在报名的人已经排到山脚了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而且我们宗门还没取名字呢。我们宗门就叫羽翼盟吧。羽翼盟可以。